分享几个可以长期使用的 Google 浏览器插件，每一个都可以帮你节省时间、提高效率。看到最后，你至少能淘到2到3个刚需的神器。那这些插件我挑选的标准都很简单，它不是功能多，而是能不能让你用一次就离不开，并且所有的插件都是免费开源、高口碑的插件。第一款为大家介绍的是 uBlock， 那这里点击一下跳转，来到对应的下载链接，安装在我们的 Chrome。那本身这个应用程序它是用来干嘛的呢？它是一款高效的内容屏蔽工具。安装即可以屏蔽广告、跟踪器、挖矿脚本等内容。我们可以做个实体的例子啊，那这是没有在开启 uBlock 插件情况下，那大家看到的页面，你会看到有很多广告，然后再来回的横幅，就是变动的这些。那我们再去对应一下开启过这个插件的，那你就会发现它这个页面和相较于之前的页面是有很大更改的。那我们不再看到类似于广告的东西。那同时，它这个插件也会体现它当前是有14个广告的拦截。第二个为大家介绍的是 Single File， 那这个插件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它是将一个完整的页面保存在 HTML 文件中。顾名思义，你在离线状态下也是可以浏览该页面的内容。我们还是同样的以这个网站作为一个例子，在这里呢点击一下，然后在下方左下角它会有延迟加载页面、框架内容以及是完成的步骤1、2、3，等待完成。这里呢就会有一个下载 HTML 文件，那我们这边点开，它就会打开对应的。然后这个离线状态的话，也是可以进行浏览的哦。但是如果想要进行点击其他的，比如说板块的话，是需要联网。紧跟第3个插件 Super Copy Pro 超级复制，它允许复制、解锁网页上的复制限制、键盘限制或者是右键点击菜单限制，免费并且简单，是我认为功能比较强大，非常安利大家的一款插件。那同样，我们还是点击 CSDN， 随机找一个资讯头条或者是其他内容。那我们在进行右键进行复制的时候呢，它会弹出一个微信登录、验证码登录或 APP 登录，就是你要登录才可以进行到复制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使用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个插件，点击破解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同样再点击一下右键，你会发现它就不会再弹出那一个登录的窗口了。并且你复制的内容的话是可以进行粘贴的，那这里就是在这里。第4款为大家介绍的插件是 Search by Image， 这个插件它是当我们看到一张图片，想要找到它的一个来源，那这个插件可以实现一键反向搜索，快速找到相似的图片。我们给大家做一下实体演示，我们来到 YouTube 的页面，那这里呢我会对这部电影感兴趣，但是呢我好像又记不起来它是哪一部。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 Search by Image， 选择不同的搜索引擎啊，可以选择支持 Google、Bing 或者是百度、搜狗等等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就使用 Google， 点击一下搜索，它会直接将当前的封面作为搜索的条件，然后在下方会有一个宣传，就是搜索的结果。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 F1 的宣传海报，由布拉德·比特就是来进行主演等等。第5款为大家介绍的插件是 Go for Page， 它是全页屏幕截图，可以完整的截取当前页面的屏幕截图，无需申请任何额外的权限。那同样，我们以 CSDN 专业者开发区就是做一个例子啊。那我们随机找一篇文章，这里呢将我们刚刚下载的 Go for Page 插件进行打开，那它就会出现一个笑脸在吃掉这些页面啊，其实就是在读取这个内容了。那它就会相对应的生成一个文件，你可以把它下载成为 PDF 格式，也可以把它下载成为 PNG 图片格式。下载之后打开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把你当前的页面汇聚成一个长的图片格式，就长截图的模式。第6款为大家介绍的是 OneTab， 因为我们日常当中使用到浏览器是会比较多的，但浏览器标签页太多的话，它会增大我们的内存。就是会让我们的运行变得卡顿，所以这个 OneTab 它可以最多节省 95% 的内存，减少标签页杂乱。当你的标签页打开过多时，点击到图标即可以将所有的标签页转换为列表。那需要再次访问标签页时，你可以逐个还原，也可以选择一次性还原。那我们点开一下，看看它是怎么回事。那这里我们去点开了，你会发现当前的话，我就只有一个浏览页了。然后这里的话会有我们刚刚打开的8个标签页，你可以任意点击一个，那比如说从列表当中还原，或者是保留等等，或者是点击一下全部还原。第7款为大家分享的插件是 Scribe， 它是人工智能文档标准操作程序和屏幕截图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可以自动记录任何的工作流程，
秒速分享精美的步骤指南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要出一期可能关于有步骤类型的教程。那比如说参加一个测试网，我们先一步要连接好自己的钱包，然后再是完成领取测试代币，再去做一些类似于交互的任务。那我就可以通过 Scribe 来记录我当时所做的所有操作。那么它会最终呢汇聚成为一个文档。当然前提是需要你先登录到 Scribe 这个应用程序，就这个插件当中，可以使用自己的 Google 账户来进行登录啊。那你在这里登录完成之后，你就按照我刚刚那个步骤，它最终呢就会生成类似于我这种文档。那表明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、第四步是这样子的。那它是根据你鼠标点到哪里，然后它就会标注在哪里。第8个插件是 Auto Highlight， 它是自动凸显显示指定页面上的指定字词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还是同样以这篇文章作为例子。那国内的要闻有很多，我们不可能一一都去看，但是有几个呢又特别重要。如果你想要把重要的内容凸显出来的话，就可以使用到 Auto Highlight。那怎么去让它显示出来呢？比如说我这边以小米预期首次战胜 Model Y 8败2胜，然后雷言反正就这个标题嘛，我就直接将这个点击一下，高亮显示特斯拉，然后这里分格可以进行加粗、斜体、下划线，同样背景的颜色可以更改成为，比如说我想要红色。那这边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页面的话就有更改，所有有关于特斯拉内容全部都是用斜体，然后下划线，加上红色的背景框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在你就快速浏览要闻的时候呢，能抓到第一时间你感兴趣的内容。第9款为大家介绍的插件是 Copyfish， 那它可以从图片、视频或者是 PDF 文件格式当中找到我们想要的文本信息。那同样举个例子，在这个视频当中呢，视频背景板有可能需要我们就用到的文字，比如说我想用到这个发票，随机举个例子啊，那我们就这边选择 Copyfish 这个插件，然后将发票这一个图呢就截下来，然后去进行一下识别。当然，它有些时候呢，识别的准确度呢不是特别高，这点的话需要大家注意一下。因为识别中文是有点难度，但识别英文的话就非常简单了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个英文软件嘛。最后分享的插件是篡改后，这是进阶玩家的一个必备。它本质上是一个脚本的管理软件，可以上浏览器实现各种自定义的功能，比如说页面增强、自动化操作等等。用好了之后呢，上限非常高。如果说你经常使用一些脚本相关的用法，那这个篡改后的话，大家可以进行安装。这里呢有一些关于到篡改后的一些相关介绍，具体使用功能，大家在安装之后呢可以进行一个探索。但你在使用篡改后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啊！本身作为一个插件，它是非常安全且合规的，它是全球最著名的浏览器拓展程序之一。官方版本本身没有病毒，也不会主动窃取你的隐私。真正可能带来危害的，不是篡改后这个工具，而是你在里面安装的一些用户脚本。以上这几款插件呢，基本可以覆盖我们正常像一些浏览、学习、办公效率的提升。当然还有更多免费好用插件，我们在以后继续更新。如果说你之前一个都没有用过，那建议你先装上几个来用一下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。如果说你有些好用的插件，也可以分享在评论区，感谢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